泽连斯基发力了，乌史上最大征兵法案实施，预计再动员30万人。俄乌双方伤亡一周近2万，俄花大价钱稳定军心。B-21首张飞行官方图曝光，法国阵风发射核导弹，俄发射反卫星武器。5月18号，当年扎卢日内期待已久的乌克兰新兵役法律修正案正式生效。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法律规定，25到60岁的乌公民应接受动员，动员期间18到60岁的男性必须随身携带军事登记文件，并应在军事委员会代表、警察或边防警卫的要求下出示。此外，乌外交部18号称，居住在国外的18到60岁的乌男性公民需提交军事登记文件及其他必要文件，才能在乌外交机构获得领事服务。同时，泽连斯基还签署了关于动员服刑罪犯服兵役的法案，因轻罪入狱的囚犯可在乌武装部队服刑，但犯有谋杀、强奸、性暴力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严重罪行的人将不会被动员。根据乌通社报道，该法案将直接对参与保卫乌国家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服刑人员实行有条件的提前假释。泽连斯基对此称，我们需要补充后备部队，很多旅的人都要打没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兵力来提升士气。乌司法部副部长维索茨卡亚称，近5000名囚犯同意参军以换取假释，预计最多将有2万名囚犯可被动员参军。这些被动员的囚犯大多是会从事防御工事、修建等工作。当年扎卢日内说过，只要给我50万人就能发动反攻，而时过境迁，扎卢日内已经成为乌驻英大使了，但大家关注的一定还是这次动员能够为乌克兰增加多少兵力。目前乌克兰官方并没有对这次征兵的人数做出预测，不过泽连斯基在去年12月表示想要动员50万人。俄罗斯军事专家预测，这次动员将为乌克兰提供20到30万的新兵力，而时代周刊援引情报分析人士的话，认为乌克兰可以动员至少5万人。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关注大兵的观众应该就已经发现了，目前乌克兰处于战略劣势的主要原因就是部队数量的不足。就算战斗意志再顽强，武器再先进，在面对长达1200公里的战线上，平均1比6的人数差距，换谁来也不敢保证能够打赢。尤其是俄军发起哈尔科夫攻势后，依靠北约的武器限制法案，夺在国境线外袭击乌克兰阵地，更是在北面给乌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在征兵法案通过后，乌克兰能迅速弥补兵力上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当然，无论动员了多少人，他们都不能直接上战场，而是要通过长期的训练，拥有优秀的作战素质之后，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最近几个月，乌军的战力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不过，《纽约时报》报道，北约正在向乌派遣军人以训练乌军部队。乌方要求美国和北约帮助乌克兰在前线附近训练15万名新兵，目前美国尚未同意此要求。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与西方的军事和政治对抗正全面展开，欧洲至少在1代人的时间里不会再成为俄伙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没有放弃使俄遭受战略失败的目标，正利用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加剧军备竞赛。大兵认为，乌克兰的这次征兵法案能在短期内提振乌克兰部队的士气，但是训练部队至少需要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目前乌克兰前线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如果进行大规模的征兵，将会对乌克兰国内的劳动力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这对于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俄乌战场来说呢，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无论如何，乌克兰现在手中已经拿到了一张可以对抗俄军的底牌，但打出它的时机的选择，对俄乌局势的发展是至关重要。5月1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在过去的1个星期，乌军损失了9565人。而与此相对呢，乌克兰国防部的战报显示，俄军在1星期内的阵亡人数为9740人。短短1天时间，俄乌前线就造成了近2万人的伤亡。据俄罗斯国防部称，目前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主要是因为俄军最近在这2个方向加大了攻击力度。有俄罗斯军人称，
俄罗斯前线部队管理混乱，为了取得战果，俄罗斯指挥官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下要求部队进攻，导致俄军伤亡惨重。在如此血腥的绞肉战下，俄乌双方的士气都遭受了一定打击，而作为进攻方的俄罗斯遭受的影响更大。为了提升士气，俄军再次公布了奖金政策，宣布每摧毁一辆北约提供的坦克就奖励100万卢布，约合1.1万美元。就算是普通的乌克兰坦克，也可以获得10万卢布的奖励。如果能缴获乌军的先进设备，比如坦克或者战斗机器人，则能获得200万卢布以上的奖励。以上奖励呢，都将在1个月内发放。俄罗斯正在通过这种粗暴的方式，强行地提升俄军士气，并逼迫俄军士兵进攻。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地广人稀，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主要城市外，大部分俄罗斯人都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在如此丰厚的奖励之下，参军就成为了大量俄罗斯边缘人跨越阶级的阶梯。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征兵相比乌克兰来说，相对要更容易。但代价就是这回继续加大俄罗斯的经济压力。根据23年俄罗斯政府预算报告，俄罗斯政府赤字已达 3.3%。普京新任的经济学家国防部长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个未知数。5月14号，美国国务卿访问了乌克兰，并在和泽连斯基会面时释放了一条重要的信号，即乌克兰有权利自主选择和俄罗斯进行和谈的时机。之前呢，泽连斯基在20国峰会上发布了10条和平方案，包括1、辐射核安全，重点是恢复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的安全，该核电站现在被俄罗斯占领。2、粮食安全，包括保护和确保乌克兰向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出口粮食。3、能源安全，重点是限制俄罗斯能源的价格，以及帮助乌克兰恢复其电力基础设施，其中一半呢已经被俄罗斯袭击破坏了。4、释放所有囚犯和被驱逐者。5、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6、俄罗斯军队撤离并且停止敌对行动，恢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国家边界。7、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8、防止生态灭绝，保护环境，重点是排雷和恢复水处理设施。9、防止冲突升级，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建立安全架构，对乌克兰的保障。10、签署战争结束的确认书，包括有关各方签署的文件。而俄罗斯的和平方案呢，与此大致相同，双方主要的分歧在于国境线问题。简而言之，俄罗斯不愿意放弃吃下去的乌克兰土地。而最近呢，泽连斯基的口风有所变化。在5月21号，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即将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上，俄乌双方讨论的问题将会变成以下3点，分别是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保障黑海的航行自由，以及保障乌克兰儿童的权益。可以看出啊，为了促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主动淡化了双方最尖锐的领土矛盾，表示只要确保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双方就有和谈的基础。而俄罗斯在21号再次拒绝了乌克兰的和平提议。大兵认为，乌克兰现在在俄乌战场基本陷入被动状态，如果双方进行和谈，那么俄乌战场势必要实现停火。无论和谈成功与否，乌克兰部队都能得到宝贵的休整时间。同时，乌克兰也能借此时机获得更多的北约军事援助，同时完成新动员部队的训练，以补充目前前线部队的损失。而俄罗斯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肯定会拒绝和谈，趁着乌克兰目前的颓势，尽可能多的占领领土，以图未来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的筹码。5月22号，美国空军发布了第一张 B-21 突袭者轰炸机正在飞行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是 B-21 联合测试部队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的一次试飞中拍摄的。目前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飞行测试。然而，自飞机首飞以来，美军一直对此保持高度机密，没有发布任何官方照片。24年5月8号，空军服务采购主管安德鲁·亨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供了有关 B-21 状态的最新信息。当被问及包括 B-21 和核三位一体的空中部分时，亨特说：“我们正在进行飞行测试计划，飞行测试计划进展顺利，测试有效地帮助了解该平台的独特特征。”亨特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飞行测试，这些测试的信息被美空军认为是高度敏感的机密。此前，美国空军还表示不会透露测试计划或者飞行次数的具体细节，但亨特表示结果比较乐观。
B-21计划大量使用先进的数字设计工具。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声称，这些工具对于在设计过程的早期识别纠错至关重要。亨特强调了 B-21设计的数字化性质，指出它比以前的飞机更加数字化。这种数字化方法加上成熟的技术，有助于让 B-21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首飞。在飞行测试开始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 B-21突袭者的初始生产合同。尽管五角大楼没有透露合同细节，但美国空军早些时候估计，2022年轰炸机推出时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6.92 亿美元。有报道称，第一份合同可能会生产21架飞机，目前有6架处于生产阶段，包括1架正在试飞的 B-21。美空军参谋长阿尔文将军提到，空军会将 B-21的产量限制在100架以内，因为等到这些轰炸机交付时，可能会出现新的技术了。B-21是一种长航程、生存力高、突防能力强的隐形轰炸机，将逐步取代 B-1和 B-2轰炸机。根据美空军的说法，它将为国家安全目标做出重大贡献，并且提升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信心。B-21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允许快速加装其他技术，确保飞机不被时代所淘汰。预计将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服役。2024年5月22号，法国军备总局宣布，他们成功发射了升级后的 ASMPAR 中程空对地战略导弹。这枚导弹呢，是从法国战略空军的阵风战斗机上发射的。ASMP 中程空对地导弹是由法国 MBDA 研制的核空射巡航导弹，它在1986年5月投入使用，取代了法国达索幻影5飞机上的老式自由落体 AN-22 炸弹和达索超级军旗上的 AN-52 炸弹。ASMP 可由幻影 2000N 阵风和超级军旗战机携带。升级版的 ASMPA 拥有约500公里的射程，最高速度达到了3马赫，配备了3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共有54枚 ASMPA 导弹。法国呢是世界上公认的核国家之一，拥有强大而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法国拥有大约290枚核弹，尽管由于维护和现代化工作，这个数字呢可能会略有变化。法国的核武库通过2个主要平台交付：潜射弹道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将 ASMPA 和阵风集成，可以为法国提供更多样的核反击手段，增强了法国的战略灵活性，确保法国保持其核威慑力度。恰巧在前一天，俄罗斯在边境展开了战术核演习的第一阶段，俄罗斯展示了图 22M 和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5月21号，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俄罗斯上周发射了一颗卫星。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种能够检查和攻击其他卫星的武器，它正在轨道上跟踪一颗美国间谍卫星。5月16号，俄罗斯联盟号火箭从莫斯科以北800公里的普列谢斯克发射场发射升空，在近地轨道上部署了至少9颗卫星，其中包括一颗编号为 COSMOS2576 的卫星。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评估它可能是一种反太空武器，能够攻击低地轨道上的其他卫星。俄罗斯现在将这种新的反太空武器部署到与美国政府卫星相同的轨道上。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关注 COSMOS2576 的发射，并且将卫星部署到太空之前，向盟国通报了他们对该卫星的评估。该卫星看起来和俄罗斯其他民用卫星相似，美国也声称这些卫星是反太空武器。2019年，俄罗斯的卫星将一个物体弹射到了太空中。截止到21号，COSMOS2576 尚未靠近美国卫星，但太空分析人士观察到，它与2021年4月发射的美国卫星 USA314 处于同一轨道环中。太空司令部公共卫星目录中轨道数据显示，这颗俄罗斯卫星似乎以更快的速度尾随着美国314的轨道路径。如果持续下去，2颗卫星终将在近距离会面。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对其大部分太空活动都进行了保密，并且威胁要攻击帮助乌克兰的美国卫星，例如 SpaceX 的星链。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卫星武器问题争吵不休。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